2025年11月13日下午2点整，红国短剧的热播榜刷新了，排名第一，翟艺莹初次尝鲜，首日热度7277万。排名第四，还是翟艺莹，太阳的背面6044万。同一个名字，同时占据一张榜单的2个位置，这种事在短剧圈极为罕见，甚至有人截图发到微博，调侃说他在和自己竞争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位2002年出生的河南姑娘，凭什么？在一个每年产出数万部短剧，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的行业里，凭什么是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的屏幕上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翟艺莹。先从头说起，翟艺莹本名翟艺莹，河南人，2002年生。她不是那种出道就站在聚光灯下的幸运儿。从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毕业后，她最早出现在观众视野里是在古装大剧《千古绝尘》里饰演一个名叫小芝的小角色，没有台词特写，没有高光时刻，就是那种你看完了可能连名字都不记得的角色。很多人到这一步就停了，但翟艺莹没有。2023年，她出演了《盛宠娇妻》，第一次担任主角，饰演复仇千金沈长歌。没有大平台资源，没有知名导演背书，就这样悄悄上线了。结果呢？观众记住了她，不是因为她有多红，而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东西，一种让你觉得与 quote 这个人是真的在演，不是在背台词与 quote 的质感。2024年，他做了一个让很多同龄演员都没有勇气做的决定，成立自己的文艺工作室。22岁，没有大公司撑腰，自己当自己的老板。这个细节很多人忽略了，但我觉得这才是理解翟艺莹的关键线索。好，我们把时间跳到2025年。这一年，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逼近7亿，市场规模突破600亿元。听上去是个黄金时代，对吗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行业同时也变得无比残酷。单集制作成本从过去的几万元飙升到50万元 ，S 级项目甚至达到500万级别。平台算法每分钟更新热榜，一部剧如果开播48小时内没有爆发，基本就凉了。演员呢？日均片酬是高了，但必须接受21天的表演训练，还要随时应对导演的高强度要求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翟艺莹选择了一个字：多。从5月的知之父知之，到8月的赤野温柔，到9月的镜上月光，到10月同时开播2部，那时喜欢你和太阳的背面。11月初次尝鲜上线首日就冲上7200万。年底岁岁淮安单集播放量破 1.2 亿，弹幕多到卡顿，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月一部新剧。有人开始质疑，这样的产出频率质量能保证吗？观众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审美疲劳？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再来回答。因为在翟艺莹所有的2025年作品里，有一部不得不单独拿出来说，那就是《太阳的背面》。如果你看过这部剧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变态。不是说剧情变态，而是说对演员的要求变态。翟艺莹在这部剧里，一个人分饰3角，一个是已经死去的白月光，一个是男主脑子里的幻想女友，还有一个是经过整容伪装成前者身份的真实存在。3个角色，同一张脸，完全不同的灵魂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不能靠发型区分，不能靠服装区分，他只能靠眼神，靠细微的表情变化，靠肢体语言，让观众在每一个镜头里都清楚地知道，现在在屏幕上的是哪一个他。这种难度对于任何演员来说都是挑战，更不用说一个2002年出生的年轻女孩。开播首日6044万热度，稳居站内新剧榜 Top 4。观众在评论区说，看完才知道，原来她早就不只是甜妹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值得更多人看到，记得点个赞，让算法帮我们一把。当然，翟艺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聊到这里，就绕不开一个话题， CP 感。短剧圈有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好的 CP 能让一部剧的热度直接翻倍。而翟艺莹
偏偏是那种能和几乎任何搭档都擦出火花的演员。和刘宇航合作，你看到的是青春里那段最干净的暗恋。好一个乖乖女，播放量突破10亿次，导演喊卡之后，刘宇航顺手把外套披在翟一莹肩上，袖口仔细卷了2圈。这个画面被粉丝截图存到了相册里，说这才是真正的戏外温柔。和王凯木搭档，那时喜欢你61集，2大平台播放量破亿，评分8.9。他饰演的林婉晴，从内向少女到职场女性，那种眼神的转变，被观众称为与 quote 青涩到成熟的完美蜕变与 quote。但要说最有默契、最受讨论的组合，很多人会说是申浩南。2人多次合作，最近一次就是《太阳的背面》。那种默契不是设计出来的，是一次次对戏之后真实积累起来的。很多粉丝说，光听说2人要再合作，就已经开始期待了，连剧情都不用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心目中谁才是翟一莹最有 CP 感的荧幕搭档？是和申浩南那种细水长流的默契，还是和刘宇航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青春感？又或者你更期待他和卡戎、马小雨的新组合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那个问题，每个月一部剧，质量真的能保证吗？我找到了一个细节，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好一个乖乖女拍摄期间，剧组为翟一莹设计了一个标志性动作，耳后别结梗花。听上去很简单，对吗？但就这一个镜头，导演调了7遍角度。7遍，不是因为翟一莹没做到，而是因为整个剧组都在寻找那个最准确的画面，那个能让观众在心里留下记忆的瞬间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岁岁淮安拍摄时，翟一莹即兴加了一段撒娇戏份，导演没有叫停，留下来了。这段戏后来被观众评价为与 quote 甜的不工业与 quote 甜的不工业，这5个字后来冲上了热搜，成为2025年短剧精品化浪潮里的一个标志性符号。意思很简单，在一个到处都是工业糖精的行业里，它给你的甜有温度、有质感，像是真实生活里会发生的事。这不是靠产量堆出来的，这是靠每一场戏、每一个即兴反应，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。2025年红果创作者大会流光盛典，翟一莹获得了与 quote 行业深耕演员与 quote 的称号。深耕不是流量，不是爆款，而是深耕。这2个字某种程度上比任何奖项都要准确。所以聊到最后，我想说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翟一莹的每一次选角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有想法。从都市甜宠到古装悬疑，从青春爱情到暗黑复仇，他不是在跟着市场跑，他是在用每一个角色测试自己的边界，然后打破它。第二件事，在一个靠算法决定生死的行业里，与 quote 勤奋与 quote 是最容易被低估的武器。很多人看到的是翟一莹的颜值，看到的是她的甜，但忘记了她在22岁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忘记了她在拍摄间隙参加真人秀，忘记了她在《太阳的背面》里一个人扛起3个角色。这种程度的投入不是运气，是选择。第3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在年产数万部短剧的时代，观众最终记住的从来不是某张脸，也不是某部剧的名字，他们记住的是那个坐在屏幕前的某个深夜，某个场景让你突然心跳了一下的感觉。翟一莹能给你这种感觉，这才是她真正的竞争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你最喜欢翟一莹的哪部剧？又觉得谁才是她最佳荧幕搭档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，也许会让更多观众产生共鸣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演员深度分析和短剧资讯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我们每期都会带你深入那些数字背后真正值得讲的故事。我们下期见。